各位好，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越南的关口。那有很多在越南有很多陆路的关口，很多人都有问过我说，你去过哪一些越南的陆路的关口？我第一个走的陆路的关口是属于西宁关口，也就是从西宁直接到柬埔寨，然后我坐车直接到吴哥窟去玩。这是其中我做过的一个关口。那还有几个关口，像我也走过清水关，当然老街也有一个关口河口，河口关口，然后一直到高屏、清水这一带的关口我都有走过，就是属于比较偏僻的陆路关口。那我今天来讲一下清水关。那清水关比较特别的是，它是在合江市的一个关口。那合江市它所对应的中国的另外那一边的省份是属于云南省，那所对应它的村庄叫天宝村。然后呢，还有马利坡这个地方曾经是中越战争的发生地。那我们现在来一探究竟一下这一个神秘的关口。首先，我们从合江市出发。那合江市这个地方，要到关口的话，大概有20几公里的路程，大概会骑个半小时的摩托车。那因为我从合江市租摩托车，然后直接就冲到关口。那中间我有经过了一个市集，我有顺便下来逛了一下。这个市集跟我们平常所遇到的有一点不一样。它这个地方它比较属于原住民的一些蒙古部落的一些市集，它卖的一些山珍野味蛮多的，像有人卖松鼠，甚至卖一些很奇怪的小鱼，我都不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用。Của em thôi. Ở đấy là chỉ có của em thôi chứ làm sao của anh được. Không có đâu anh. Em có cô ăn theo. Người ta chờ này. Không, người ta làm xong rồi. Ở đâu người ta làm mềm rồi. 接下来我们走了20几公里的路，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车停在了商店旁边，然后就走路进去到关口这个地方，就所谓的可口，它越南语的那个关口的名字叫葛口，那清水关的话名字叫做潭腿。那当地人拿的证件叫做手通行，它跟我们讲的护照跟签证是不一样的。他们这种叫做边境通行证，专门通行边关的行走使用，所以它这个名称叫手通行。那它这个的费用大概，我看一下他当时朋友给我的价格。没手通行啦，也就是说65万，但是他只能进去到50公里远，可以到马利坡。那么他必须要在当天5点回来。那么这个通行证一天的价格是65万。那接下来他还有另外一种价格，就是120万的，那么它是可以旅游，它可以在里面旅游，但是它最远只能够到180公里，它能够到文山，那所以这两个的通行证的临时通行证的所给你的等级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台湾人的身份，所以我拿的是台胞证跟 AP， 越南这一边我是拿 APEC， 也就是多次签证。亚太商务卡，那我们就带着我们的证件开始准备通关。那么在这边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的话，如果你只是想要参观它里面的一些环境，然后你并没有要通关，你可以去跟海关说你今天要去参观，然后你就跟他讲立参观，跟着海关人员立参，那么他就会开闸门让你进去，然后就可以带你去参观它里面的，就是
中越之间的边境。哦，我们通过海关啊，我们是过海关。我们是过海关，过海关，过海关。我们过完了海关之后，那我们因为这附近只有几家小店，那我们刚好看到旁边有公车，也顺便询问了路人。他是说在这边可以直接搭公车，直接到马利坡，大概要50公里的路程，那大概是25块人民币。那个时候我越南的网卡还是通的，所以我可以用支付宝直接付钱给他。其中我要说要去英雄老山圣地，就是那一个风景区。那司机大哥是说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的，因为我们拿的是台湾户口。他目前有3个户口是不能进去的，除了你是外国人也不能进去以外，就是拿护照的是不能进去，还有拿台胞证，还有香港的返乡证，还有西藏的这3个地方的人都目前不能够去这个老山圣地的景区。只有拿中国身份证的才能够进去，因为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战争的一个军事地。那为什么越南人他们现在是因为军事地，所以不能进去，是不是？啊？因为他是老山那个地方，他现在军事地是不能进去。那个历史在那里就不允许去。好 ，OK， 好。就是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你是台湾的，你也是中国人，但是你都不能去啊。我知道，户口不在这里，不能进去。对，好，没办法，所以一定要当地户口才可以。它有划分区。这个地方是哪里啊？这个是没有，我说这里，这个是那个电站啊。饮水电站。电站啊。到了马利坡之后，我的网卡开始不通了，也就是没有网路。那个时候我不管用什么付款都没办法使用。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准备要开通台湾的1日网路，输入183D1才能开通。我打了好多种，最后终于弄懂了，弄了大概我千辛万苦，花了我半小时，终于把网路给开通好了。那个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在上面。我开通之后就开始大买特买的东西，然后开始挂，开始买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天气还蛮热的，我们就是最后我又找了一家小店去休息一下。炒汤麦泡块，炒汤麦泡块以及牡丹饺子4块，葡萄5块。炒汤麦泡。你这样子一串多少？一串1块5。那先拿2个，先拿个4只吧，4只5只，拿个整数。1块5的话，整数4只，4只6只，6只好了，6只，拿个6只。虎头蜂了，老板这什么？虎头蜂，马蜂，卖马蜂对不对？啊，你插的那个是做什么用？试水啊？吃水，等下吃水，所以这是卖马蜂哦。马蜂还可以卖。你要说第一次来那么久，第一次见过台湾人。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都有，都多。台湾的你真的是第一次见台湾人？对。在这个，我也是第一次过来这里。感谢你。以前车都能过了，就像你们在南越，你直接把车开到我们这边，然后回去的时候从这边开回去，从河口回去也行。现在不行吗？现在不行。为什么？不知道。可能现在领导人和中国搞的关系不大好。哎，对，搞的关系不大好。后面我们就选了一家餐厅去吃饭，当然我会点了我最喜欢吃的干锅。
然后也点了一份红烧肉。只是我觉得这一次他们煮的红烧肉怎么水水的，怎么跟我平常吃的有点不大一样。酒后饭饱之后，我们就叫了一辆车在城市绕了一圈，然后就准备回去了。当然，我们回去的时候有跟他谈论这一边的族类，他目前有3个族，是苗族、壮族跟那个什么苗族、壮族跟瑶族，瑶很少见呢。那苗族就是蒙族。你在回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关口关门的时间。那因为这2个时间，你在越南的时间问说你是几点关门，他会跟你讲5点。那实际上你在中国这边，你的时间会多1个小时，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到他那个关门的时间点。他的5点不是越南，就是不是中国时间的5点，是越南时间的5点。而在中国你这边去询问，他会跟你讲6点关门，所以2个时间点你要特别注意。回到了合江市，晚上我就找了一个烤肉店，就开始喝我的生啤酒。当然，经过了这一次的旅游，我们可以更了解了这个地方，包括它10年的老山轮战的一些历史，然后会更了解我们这一边的一个风情文化跟一个族类。或许我们会对越南跟边境这个地方会更了解。